不用机载雷达就可以引导中距空对空导弹。美国的新招数放到中国算不算黑科技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最近呢，美国一架 F-15战斗机发射了一枚 AM-120空对空导弹，击落了一架 F-16改装靶机。有媒体说了，这是件大事儿。我刚开始一看标题，觉得 F-16改靶机很多呀，不奇怪，怎么就大事儿呢？一看文章内容，我就明白这事儿大在哪儿了。因为以前发射和引导这个 AM-120就是中距弹嘛，全世界都差不多。飞机上的这个雷达必须得开着，一边要跟踪目标，一边要跟踪导弹，然后告诉导弹目标在哪儿，你往哪儿飞，不断的修正航线。等到导弹靠近了目标，再命令弹上雷达开机。这个时候，导弹自己追踪目标，飞机可以转身脱离。如果在弹上雷达开机之前，发射导弹的飞机自个儿雷达关闭了，或者是被迫转向，雷达没法指向目标了，这个雷达就没法继续跟踪目标还有导弹，就没法引导了。那能不能打中目标，以后的事儿全靠上帝。只不过这次实验里边呢，美国战斗机没有使用雷达，而是使用了热成像吊舱。这个成像吊舱呢叫做军团。军团热成像吊舱对目标和导弹进行了跟踪，然后呢通过数据链修正了导弹的飞行方向，完成了引导。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了，热成像吊舱有什么稀罕吗？早就有了呀。你看美国有这个狙击手吊舱，俄罗斯的米格呀，还有苏霍伊系列的战斗机上都有光电雷达，有什么不同呢？那么以前这些热像仪啊，都是只负责搜索跟踪目标，能够判断一个目标的方位方向。但是呢，热像仪没法测距，所以发现目标之后，再用雷达对这个方向进行再一次搜索跟踪，找到目标，还是要用雷达去发射导弹。现在美国新的这个军团呢，它用的就是一种新的叫红外单站被动测距技术，用算法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以前的红外搜索吊舱没法实现的功能，就是没法测距，现在能测了，能够测距，能够测向，就可以对120导弹进行远距离打击的引导。飞机上雷达不开，可以保证自己轻易不暴露。另外呢，这个军团吊舱还通过网络化的数据链，实现多架飞机一起搜索目标，交叉定位，还能获得更高精度的目标位置数据。比如说，美国计划使用多架无人机携带这种军团吊舱还有导弹，一方面可以用这个无人机隐蔽开火，另一方面还可以把搜索到的目标进行融合之后，获得高精度数据，发送给后方，让后方战斗机看得很清楚，战场单向透明。特别是遇到敌人隐身战斗机的时候啊，雷达发现敌机距离就变短了，红外探测技术就变得更加有用。但是呢，说了半天，其实技术上对中国来讲，这倒也真不算什么黑科技。几个关键点吧，就是热成像吊舱的灵敏度怎么样？灵敏度越高，发现距离越远。观察的市场大不大？观察市场越大，搜索目标越容易。每秒钟完成多少帧的扫描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帧率越高，跟踪越稳定，这都是热像仪的性能问题。另外就是算法误差，是不是算法误差足够小，能够引导中距空对空导弹？我看了一下国内公开论文，10年前就是2011年的论文，当时说国内能做到5%的这个误差足够用了。换句话说，当目标距离我100公里的时候，我用这个吊舱进行测距，误差不超过5公里，制导空对空导弹够了。而且呢，像歼20这样的战斗机啊，不仅是向前，向各个方向都有很好的红外探测能力。也就是说，我引导导弹攻击的时候，不要求机头始终指向目标，就算出了什么情况，我被迫转向，都可以持续的引导导弹继续攻击。而且呢，在中国的珠海航展上，以前就展出过嘛，新的思路嘛，用霹雳10的热成像导引头安装在中距空对空导弹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空对空导弹本身对目标的搜索和跟踪能力就更强了，对飞机上红外搜索跟踪吊舱的要求反而还可以更低。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讲，对于中国来讲，这种导弹技术确实是个威胁，不过也真不算什么黑科技。好，关于美国这个实验验证了一个什么样的新技术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